能给人安全感的只有银行卡里的钱。自媒体作家简溪分享过一个小故事，他大学刚毕业那会，薪资很可观，还有各种奖金、餐补和住房补贴。按理来说，到了年底，他应该存了不少钱才对。可事实是，他账户上的存款少得可怜。后来他总结发现，当时的自己有很多漏财的坏习惯，比如喜欢乱买东西，花高价买课程却没有上过等等。挣钱如针挑土，开销如水浇沙。叶圣陶说，好习惯养成了，一辈子受用；坏习惯养成了，一辈子吃亏。才知道总结100个漏财的坏习惯，如果你占了10个以上，一定要警惕了。花钱无节制。汇丰银行曾公布过一组数据，90后人均负债超12万元。很多年轻人工资只有几千，却追求精致生活，花呗、借呗、信用卡几个渠道的钱倒来倒去，年纪轻轻就背负不小的债务。再加上商家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，信贷、分期、打折，让你觉得只要花费极少的钱就能过得光鲜亮丽。一日一钱，千日千钱，每一笔小钱的支出，最后会成为一笔巨大的债务。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消费欲，钱赚得再多，赶不上花钱的速度，也迟早会挥霍一空。消费降级，保持理性，不该花的钱就别花了，能省下的钱就省下吧。这25个漏财的消费习惯，趁早戒掉。1、过度依赖信用卡消费，未能及时偿还，导致高额利息累积。2、频繁使用消费分期服务，如花呗、借呗等，增加长期债务负担。3、追求高端品牌，不考虑性价比，只为标榜品牌。4、饮食外卖过度消费，忽略在家烹饪的经济性和健康性。5、冲动购物，不根据实际需要，而是受情绪驱动购买。6、忽视账单管理，未定期检查账单，导致不必要的支出或滞纳金。7、不利用优惠券和折扣，忽略节省开支的机会。8、订阅未充分利用的服务，如健身房会员、视频或音乐流服务。9、购买非必需的技术产品，频繁更新手机、电脑等。10、不设置消费预算，缺乏对支出的计划和控制。11、忽略储蓄和投资，只关注消费，不为未来财务安全做准备。12、忽视保险保障，未投保或投保不足，面对意外支出无准备。13、生活方式超出收入水平，追求不符合自身经济能力的生活标准。14、不比较价格，购物不做市场调查，错过更好的交易。15、不注意能源消耗，在家电使用上不节能，导致高额账单。16、不维修和保养物品，导致早期损坏和不必要的更换费用。17、无视公共交通，过度依赖私家车或出租车，增加出行成本。18、忽略第二手市场，不考虑购买二手商品，节省开支。19、不关注税务规划，错过减税机会和优惠政策。20、不合理使用加热和制冷设备，导致电费不必要的浪费。21、跟风消费，因为他人消费而非个人需要而购买。22、不追踪支出，不了解钱花到哪里，无法有效调整消费行为。23、不利用教育资源，投资于提高个人技能和知识的机会不足。24、对财务规划缺乏了解，不知道如何管理财务，避免债务。25、社交消费压力，为了社交活动过度消费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而盲目投资，相信很多人一定听过这样的言论：年轻人不要存钱，要拿钱投资自己。对未来最大的慷慨，就是毫无保留地拿钱投资大脑。于是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，购买各种付费类课程、书籍，充值各种会员卡，可买了以后就再也没看过、没学过。这种行为更像是升级消费，而不是自我投资。投资自己绝不是简单的买，更重要的是你花了钱后真的有实质性的提升。正如破局里所写，
凡是不看投入产出比的投资都是耍流氓。投入金钱和时间，用所学技能把钱赚回来，形成完美闭环，这才叫真正的投资。戒掉这25个盲目投资的坏习惯，别再花冤枉钱了。一、购买未经调研的在线课程，没有根据个人需求和课程质量做出选择。二、投资于趋势技能而非长期价值技能，追求短期热门而忽视长期职业发展。三、未使用的健身房会员，为了健康投资但缺乏持续参与。四、购买大量书籍却不阅读，购书成为收藏而非学习的习惯。五、报名工作坊或研讨会后不参加，缺乏后续的时间和计划管理。六、冲动订阅专业杂志或在线资源，未根据实际需求和兴趣订阅。七、盲目追随名人或导师，在未验证其教学效果的情况下盲目投资。八、忽视实践和应用所学，缺少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的机会。九、不设定学习目标和检查点，缺乏明确的学习进度和成效评估。十、过度投资于单一领域，忽略了跨学科学习和技能多样化的价值。11、投资于过时的技能或知识，未跟上行业发展和最新趋势。12、忽视反馈和修正学习方法，不根据反馈调整学习策略以提高效率。13、为对比课程内容和价格，不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学习资源。14、忽略免费资源的价值，在可利用免费资源时选择高成本方案。15、参与低质量网络研讨会，为核实主办方和内容的可靠性。16、重复购买相似课程，在未完成前一个课程前贸然购买新课程。17、投资于未认证的课程或机构，可能不被行业或雇主认可。18、不利用职场培训机会，忽视雇主提供的免费培训和发展机会。19、缺乏长期学习计划，没有规划个人发展和职业道路。20、对自我评估和自我提升缺乏客观性，不根据实际表现调整学习计划。21、忽略社交和网络建设的学习机会，专注于书本知识而非实际操作和人脉扩展。22、不求助于导师或同行，自学而不寻求专业指导或反馈。23、未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可展示的项目，缺少将所学应用于实际项目以增加职业竞争力的实践。24、忽视终身学习的态度，一次性投资而不是持续的自我更新。25、不平衡学习与生活，过度投资时间和金钱在学习上，忽略了生活质量和个人健康。生活不自律。北京某3甲医院医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人也变了，变馋了，变懒了，变成夜猫子了，生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医院的大楼越盖越高。很多人生活没有规律，养成了熬夜、暴饮暴食、吸烟酗酒的坏习惯。他们放纵的是身体，挥霍的是健康，掏空的是钱包。还有人追逐小资生活，出入高档饭店，喜欢探店打卡，追求名牌等等。表面光鲜亮丽，实际上欠下的钱早已堆成了小山。永远不要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买单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为你省下一大笔钱。以下25个生活上的坏习惯请改掉。1、熬夜影响健康，增加医疗支出。2、暴饮暴食导致消化系统疾病，增加医疗费用。3、吸烟长期吸烟增加了患病风险和医疗支出。4、酗酒导致肝脏等器官损伤，增加治疗费用。5、频繁外出就餐增加食品开支，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。6、追求高档消费，为了满足虚荣心，不必要的高额支出。7、购买名牌商品，超出实际需求和财务能力的消费。8、不做预算，缺乏财务规划，导致无意识的过度消费。9、不锻炼，缺乏体育活动，增加患病风险和未来医疗费用。10、忽视定期体检，早期疾病预防不足，可能导致高昂的后期治疗费。11、不合理使用信用卡，透支消费，导致高利息和债务累积。12、不比较价格，冲动购物，错过更经济的购买选择。13、
不关注健康饮食，增加因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的健康问题。14、忽略家庭财务管理，家庭开支无计划，导致财务压力。15、过度依赖外卖和快餐，不仅增加食品成本，也可能导致健康问题。16、不节约用水用电，增加生活成本，无形中增加支出。17、不进行财务自我教育，缺乏理财知识，无法有效管理资金。18、投资不谨慎，盲目跟风投资可能导致财务损失。19、不维护和保养物品，导致物品提前损坏，增加更换或修理费用。20、不充分利用公共资源，如图书馆、公园等，增加了不必要的娱乐和学习费用。21、忽视二手市场，购买新品而不是性价比高的二手商品。22、不关注医疗保险细节，可能导致未覆盖的医疗支出。23、不规划紧急基金，面对突发事件时财务捉襟见肘。24、生活中缺乏自律，导致无计划的消费和生活成本上升。25、忽略个人成长和发展，长期影响职业前景和收入潜力，减少了赚钱的机会。无用社交，有网友分享过一个小故事，他连续3次约一个朋友出来聚餐，结果每次都被对方拒绝。他很不解，以为是自己无意中得罪了对方。在他的追问下，对方支支吾吾说出了实情：刚买了房，欠下银行一大笔贷款，还向亲戚借了不少外债，手头变得紧巴巴。夫妻俩为了省钱，已经有1年时间没有跟朋友聚会了。不得不承认，中国式的社交成本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大经济压力来源。无论事业多么成功，家庭多么富有，也不要将金钱挥霍在无用的社交上，否则只会越过越穷。人际交往中，这25种冤枉钱就不要再花了。1、频繁参加不必要的聚餐，社交活动中最常见的支出之一。2、过度送礼，为了给人留下好印象而花费过多。3、参与昂贵的休闲活动，为了不失礼而加入的高消费娱乐。4、支付不必要的交通费用，为参加社交活动而产生的额外出行费用。5、购买昂贵的服装配饰，为了在社交场合中显得体面。6、投资无用的社交平台会员，为了提升社交地位而购买的服务。7、参加高成本的旅行，与朋友的旅行计划往往超出预算。8、无谓的比拼消费，为了不在朋友面前掉链子而进行的消费。9、支付不必要的聚会场地费用，租赁场所进行聚会的高额支出。10、购买不必要的酒水，社交应酬中消费的高价酒水。11、承担不合理的宴请费用，为了面子承担起全场的账单。12、参与赌博或高风险游戏，社交场合中的不良娱乐习惯。13、追求虚荣的消费，为了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而进行的消费。14、参加不感兴趣的培训或课程，因为朋友推荐而报名的无用课程。15、借钱参与社交活动，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社交消费。16、过度投资于人际关系，在未有明确回报的情况下，对某些关系进行过度的投资。17、不必要的节日聚会，节假日为了应景而进行的高消费活动。18、购买不实用的礼物，为了应付礼尚往来而购买的昂贵礼物。19、参与昂贵的婚礼或庆典，特别是当需要支付旅行和住宿费用时。20、社交压力下的冲动消费，为了不被排斥而进行的不理智购买。21、参与不必要的慈善或捐款，在财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因社交压力进行的捐助。22、因应酬而忽视家庭开支，为了外部社交而牺牲了家庭生活质量。23、不加选择的应酬，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和关系重要性来决定是否参加。24、追随他人消费习惯，盲目模仿他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。25、忽视个人财务规划，在社交消费上的无计划支出，忽略了个人和家庭的长期财务目标。当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时，我决心成为一个富有之人，并不是因为我爱钱，而是追求那种独立自主的感觉。我喜欢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
而不是受他人的意志左右。查理黑色小方块芒格，财务自由第一步就是存钱，不断的存钱，努力的存钱。疫情带来的反思，年初开始的这场疫情让多少人感到了恐慌。恐慌的不只是这种致命病毒本身的传染性，还有因为停工停产导致降薪裁员，收入的减少让多少年轻人哀嚎，吃不饱饭了，信用卡还不起，分期还还不上了。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，为什么刚刚过完年，疫情正严重的时候，好多人不顾危险，坚定地踏上了复工的道路。有人说他们是要钱不要命，可是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回京复工的年轻小伙，路上可能感染，为什么还要着急回来？小伙的回答应该能代表许多人。他羞涩地说，感染致死的可能性才2%，不开工的致死率是100%，再不上班我就要饿死了。当你手中的存款能支撑3年，不用因失业而恐慌时，在过完年的时候，或许你很从容，不会因为着急挣钱而冒着感染的风险出门工作。当你手中的存款能支撑半年，不用因失业而恐慌时，或许你开始有些着急，盼望着公司早日复工复产。但是当你手中的存款只能支撑你1个月了，甚至半个月的时候，面对疫情的风险，你一定会非常焦虑，会不顾一切地外出挣钱。你看，这时候就能体现存款的重要性了吧？这种能安稳在家度过最危险的时候的安心，是账户余额给你的。存款这个东西很神奇，当你有稳定现金流的时候，你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，但是出现了小情况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是命，甚至比命更重要。身边有许多过着精致生活的小姐妹，她们收入不高，却一直跟着网红博主买，当季新款的包、最时髦的鞋、科技前沿的医美项目，统统都要跟上。从没想过攒钱，一直依赖着信用卡，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。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们不想再加码，可是选择权已经从他们的手中交出去了，因为没有存款，因为要还信用卡，因为要生活，不得不冒着风险工作。财务自由第一步，存钱。当疫情稳定后，多少年轻人的目标从要报复性消费转变为要报复性存钱了呢？以前许多营销号都写着钱不是攒出来的，是挣出来的，会花钱才会挣钱，或者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就买2个包。当这些年轻人在超前消费的同时，又有多少年轻人在默默地攒着钱？回想一下身边的朋友，当你每个月光顾网红餐厅的时候，他拿出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，你笑他不懂享受；当你周末去体验新开的轰趴馆，他在家研究投资与理财，你笑他古板沉闷没意思；当你又换了最新款的包包，他还在背着帆布包，你笑他不够时尚，不懂流行。可当他攒够了第一个10万去买理财去投资，当他因为不断的积累投资得当而拥有了人生第一个100万的时候，他遇到好的投资机会，可以拿出本金放手一搏的时候，你只守着一堆过时的衣服，还在为下1个月的房租苦恼。你看，这或许只是3-5年的时间，差距却是10万8千里。因为拥有一定的存款，他可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安心地在家保护好自己，他可以在职业遇到瓶颈的时候勇敢地突破自己，他可以拥有更多生活的选择权，可以切切实实地活得更加潇洒。月光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，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也维持不了多久，但是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带给你的安全感是扎扎实实的。一夜暴富的故事不是没有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天选之子，我们只能稳定的输出，不断的积累，一点点的存钱，积少成多，积沙成塔。存钱小妙招：记账。存钱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每月支出小于收入的那部分放在一个固定的账户里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去用到它。当我跟身边的朋友安利存钱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一脸迷茫地看着我，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每个月花多少钱，也不知道这些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，感觉也没买什么大件的东西，工资轻轻松松的就花完了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请开始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做个体检吧，梳理一下自己每个月的收入，自己现在拥有的存款，每个月有无负债，负债是多少，以及最重要的每个月的支出。我们可以使用一款记账软件来帮助自己记录每月的收入与开销。我自己就使用记账软件有3年的时间了。记账不单单是记录数字，
你还要通过数字去反思，看看自己的消费习惯是否正确，支出是否合理。通过记账可以清楚地了解每月甚至每天的现金流情况。通过复盘自己每月的支出明细，可以改掉自身的不良开销习惯。比如这个月我分别买了5件白 T 恤，因为单价都不是非常贵，所以买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感觉。当我复盘自己本月支出情况时，我就会反思自己为什么要购买相同的衣服，我真的需要5件差不多的白 T 恤吗？当我以后在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想我是否已经拥有同类型的，这笔消费是否合理？把钱花在值得花的地方，或许是送爱人的一件礼物，或许是一顿大餐，或许是一次期待许久的小旅行，都比5件相同的白 T 恤来得更多意义吧。记账的好处真的很多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记账可以让你的财务状况趋于健康。你或许觉得自己收入并不高，没有存钱的概念，没有记账的必要，但是记账可以改善你的消费习惯。当你开始尝到存钱的甜头时，也能刺激你去努力挣钱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存钱也要有仪式感，存钱是为了以后生活可以更有选择权，记账是可以让你控制自己的欲望。但我并不提倡因为要存钱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抠抠索索，毫无生活乐趣可言。我更希望我们的生活有仪式感一些，因为这种更有仪式感的存钱，使存钱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，更具有期待性。我们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小目标，这个月做到了奖励自己一顿大餐，这个季度做到了拿出一部分用来买衣服，攒到了多少钱就送自己一个礼物。正是因为我们达到了自我设定的目标而奖励自己，是对自己掌控自己生活的鼓励。这种有仪式感的庆祝会提高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，提高对存钱这件事情带来的快乐。前段时间2023年消费报告新鲜出炉，很多人看着报告陷入了疑惑，辛苦挣来的钱都花哪儿去了？如果一个水池在漏水，保证水池里的水不被流进的最好办法就是堵上出水口。尤其现在赚钱越来越难，我们更要捂紧钱袋子，减少不必要的开销，避开消费陷阱。心中谨记，这个世界上能给人安全感的只有银行卡里的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